和影后在一起8年后，影后隐婚并且怀孕的消息上了热搜，男方却不是我。他说他是丁克一族，不想生孩子，谁料他只是不想和我生孩子罢了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所以我在他和情夫的婚礼现场甩出了他的出轨证据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没想到在见到安晴会以这样的方式。红毯上，我身边三三两两的媒体在安晴到来后走得一个不剩，一个黑料缠身的过气男星，当然比不上新晋影后的热度高。聚光灯下的安晴笑容甜美，身材高挑，此刻正一脸幸福地握着话筒。借着今天这个美好的场合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，感谢我的他一路陪伴我，让我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配角走到影后的位置。当初结婚时，我们出于隐私考虑，消息隐而未宣，而如今我们孕育了一个小生命，我想我是时候把它介绍给大家了。我们将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，诚邀各位媒体朋友前来参加。此话一出，全网都震动了。男星周子毅第一时间转发了安晴工作室的微博，甜蜜回应。从此，我们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好甜蜜！土拨鼠尖叫 ，JPG， 恭喜，好般配呀，超有夫妻相，因戏生情就是最好磕的。见证了他们从片场相识到结婚生子全程的妈粉流泪。典礼结束后，我一把攥住安晴的手腕，将她拖到了后台。看着眼前楚楚动人的女人，我紧咬牙关才能抑制住身体的颤抖。所以，安晴，这就是你和我离婚的缘由吗？安晴愣了一会儿，才开口道：星妍，别这样，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我怒视着她，你说你是丁克一族，根本不想生孩子。可是，安晴低下头，声音很轻：子毅让我怀上了。我浑身一震，松开了手。安晴趁机离远了些，看着我，神色不明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安晴还没毕业，只能在剧组跑龙套，而我在娱乐圈已经崭露头角。后来她出道了，我就一直陪在她身边。所有人都说安晴是普通人逆袭的典范，可无人看到闪耀的她背后那个为她担心、奔忙而变得黯淡无光、黑料缠身的我。但那时候的我太年轻了，恋爱脑爆棚，觉得这些我都有心甘情愿。他会在我喝醉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，在我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。一次在我拍戏受伤的时候，他连夜离开所在的剧组来照顾我。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他因疲倦而泛出红血丝的双眼，愧疚和爱浸透了我的声音。后来我跟他结婚了，我自以为找到了幸福，可是不久前他向我提了离婚。如今我的事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，安晴却越来越红。她看着我的眼神不再充满崇拜，而是带着鄙夷和不耐烦，甚至还出轨了在片场认识的小白脸周子毅。他说我限制了他的自由，想要和我分开，我不同意，他就威胁我要起诉我。后来我想想，分开就分开了，安晴这样的人我根本把握不住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不想生孩子，只是不想跟我生孩子而已。我冷笑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安晴却突然叫住了我：星妍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但是感情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更何况，他没有再说下去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周子毅人气正旺，和我相比，自然是更理想的结婚对象。这就是我守护了整整8年的人啊！我决绝转身走出大门，却遇上黑粉蹲守我。他们一看见我，
就开始朝我吐口水、扔垃圾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：“滚出去，死变态，臭渣男，居然还有脸来这种地方，去死吧！”我躲避不及，正想着硬扛下这些攻击的时候，一个黑影忽然冲了过来，挡在我面前。那些污秽之物全都砸在了他的身上。诗瑜，我惊呼出声。姜诗瑜抬头看我一眼，那双眼明亮而坚定。陆星言，你真是个蠢货。我苦笑一声。是啊，安晴那种女人，我当年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怎么样？被我说中了吧？姜诗瑜是我多年未曾联系的发小，他继承了家里的影视公司。安晴刚入行时只能跑小龙套，每天在剧组奔波，汗滴进饭盒都顾不上擦。我心疼他，偷偷拜托姜诗瑜给他介绍资源。姜诗瑜坚决不同意，和我大吵一架。10多年来，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么伤心欲绝，眼眶赤红的仿佛能滴出血。但当时我心里只有安晴，狠下心拿我们之间10几年的交情逼他。最后在我的坚持下，姜诗瑜还是给安晴拉了部电视剧资源。安晴凭借着我通过姜诗瑜为他争取到的资源一炮而红，从此星途熠熠。可是我和姜诗瑜却逐渐有了隔阂。从活动现场出来，我就回了家，家里一片狼藉，像是遭了贼一样。柜子、抽屉全部大开，衣服、领带、电脑全部被扔出来，乱糟糟的在客厅堆成小山。我站在门口，浑身发凉。我刚要离开报警，安晴的父母，我的前岳父岳母从楼上下来了。我微微皱眉，他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我冷声问。我们来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来干什么呢？前岳母叉着腰，一副泼妇样。你快出去，这是晴晴的房子，又不是你的。现在东西也给你收拾好了，你快点搬走。这是什么神奇操作？我愣怔间，岳父上前打圆场，做和蔼状。来，心妍啊，我们坐下好好谈谈。岳母自顾自地往沙发上一坐，老神在在地唤来佣人上果盘。这二老小门小户出身，自从女儿发达，也开始学富豪阔太。岳父有模有样地戴上金丝边眼镜，开了盒雪茄，夹在手中。现在晴晴怀了孩子，需要好好休息，可这么短时间内找个风景好的房子也比较困难。我看了看岳父拿反了的雪茄，明白过来，原来这2位死乞白赖非要占着房子，是盯上了这房子的270度落地窗和超大花园。我懒得跟他们争辩，直接拿出房产证明甩在他们面前，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上面是不是只写了我陆星妍的名字？前岳母一看，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而后回头看了一眼岳父。岳父比较沉稳，拿起房产证明仔细看了看，点头道：“确实只有陆星妍的名字。”那我不管。前岳母开始耍赖：“你们离婚了，这房子就是安晴的。”我笑了：“你这意思是我陆星妍离婚了，连我爸妈给我的东西都要归前妻所有了？”前岳母双手叉腰：“那当然。”我直接气笑了。岳父见我不接招，走过来，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，给我递了个水果：“星妍啊，来吃个水果。你是小辈，对长辈要有起码的尊重，有话好好说。”我低头看着他手里那个烂苹果，皱起眉头。岳父见我迟迟不接，故作惊讶道：“哎呀，看我这记性，拿错了，来这个苹果是刚买的，还没来得及吃呢。星妍，你吃我这个吧。”说着，他又从桌子上拿了个苹果给我。我看着他手里的苹果，苹果是好苹果，只不过已经被咬了一口，上面还有牙印。我直接推开他的手：“不必了，
前岳母又开始作妖了。陆星言，你什么意思？给你脸了是吧？我冷声道。你们过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前岳母翻了个白眼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我们家晴晴的房子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搬出去。做梦！我冷声道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前岳母开始撒泼。你和我们晴晴结婚这么多年，也没能让晴晴怀上孩子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我愣了一下，这特么的，这也能变成我的错？前岳母继续道，这套房子就应该让能生孩子的住。我额角青筋直跳。前岳母还在撒泼，身上土黄色的旗袍快随着她的动作幅度爆开。我强忍怒意，正想着叫安晴回来解决她的家事，身后一道声音传来：爸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周子毅精神抖擞地朝客厅这边走来。您应该以自己的身体为重，外人再怎么过分，你也不能动气呀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底尽是挑衅之色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请柬递给我。我和晴晴就要结婚了，星言哥到时候记得来喝喜酒啊。我瞪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去。一出门，经纪人李凯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哥，你上热搜了。我打开微博一看，安晴陆星言的话题名赫然挂在热搜榜上，不少营销号在带节奏泼脏水，说我苦追安晴。男星陆星言苦追影后安晴，探病照片曝光，陆星言在爆黑料，曾苦追影后安晴遭拒。一个营销号发了视频，是典礼结束后记者采访安晴时提及关于我追求她的话题。视频里，安晴眼神冷漠，表情有种无可奈何的不耐。我下面一片骂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言论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这时，姜诗瑜坐在我身边，一把抽走了我的手机。我回过神，转头看他，他将一杯杨枝甘露放在我面前。小少爷还在伤心呢，这个称呼让我恍惚了一瞬。我和姜诗瑜是青梅竹马，打小他就喜欢叫我小少爷，半是戏谑，半是玩味。那时候，他每天都会给我带一杯杨枝甘露，乱薅几下我的头发，把我的短发弄出几根呆毛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小少爷，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啊。”姜诗瑜说着，俯身看我的习题，阳光透过他柔顺的长发，在习题册上留下美好的光影。就是这样美丽又耀眼的女孩，偏偏谁都不看，只叫我一个人小少爷，就像一阵风，不会为任何人消磨片刻，偏偏只在我身前停住。漫长枯燥的学习生涯中，不知不觉间，我早已习惯这种陪伴。所以有一天，我走到教室门口，听到同学们起哄问姜诗瑜是不是喜欢我时，心跳声才会那样响，甚至有些震耳欲聋。我紧张地看向姜诗瑜，惴惴地等一个答案。可我站着等了很久，里面的人却始终沉默。少年时期的我执拗地认为，喜欢就应该告诉全世界，沉默是某种意义上的否认。我甚至没有勇气走进教室，转头跑上了天台。凛冽的寒风使我冷静下来。等我再次回去的时候，教室里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热闹。姜诗瑜像往常一样来揉我的头发，我却没有心思继续和他打闹，一下打开了他的手。女孩眼中不息的光芒暗淡了一瞬，回过神来便默默地回到了座位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将这份未曾说出口的心意藏在心底，直到在片场遇见了安晴。安晴对我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她说她对我一见钟情。我被这样直白热烈的告白打动，也想有个新的开始，于是同意了。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我和安晴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如今想起来，真是恍若隔世。我和安晴的纠葛，
终于走到了尽头。我拿起桌上的杨枝甘露，喝了一口，还是记忆里的味道。我放下杯子，轻声道：“谢谢你，诗瑜。”姜诗瑜冲我微微一笑。那一刻，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，洒在姜诗瑜的身上，给他整个人都镀了一层金边，美得有些不真实。我意识到，过去终究是过去了，不管是我对姜诗瑜的懵懂情谊，还是我对安晴的爱恋，都已经过去。我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开始。姜诗瑜告诉我，他查到热搜是有人在捣鬼，背后主谋就是安晴和周子毅。我意识到，他们这是打定主意想让我难堪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若是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会让他们很失望？所以，安晴的婚礼你还会去吗？姜诗瑜问我。精致的侧脸轮廓在逆光里成了一幅画。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勾唇一笑，我可是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呢。安晴和周子毅的婚礼现场，很多影视圈的大佬都来了。为了让世人见证他们的幸福，这场婚礼全程联网直播，并在婚礼场地的一侧安放了一块大屏幕，便于粉丝们送上祝福。李凯捶了一下我的胳膊：“哥们，你今天真帅，和高中主持晚会时一样。”我笑着回敬了他一拳。李凯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和我玩得很好，所以后来当了我的经纪人。婚礼还没开始，我在会场里转了一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见到了安晴和周子毅。今天的安晴很美，一袭纯白的婚纱，精致的妆容，闪耀的钻石。她站在周子毅身边，笑得一脸幸福。见到我过来，安晴顿时警惕地皱起眉头，问我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挑眉：“怎么，不是你们给我发的请柬吗？”周子毅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安晴了然，随即又看向我：“星妍，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我很开心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这女人还挺会装。我笑笑：“你的婚礼，我当然要来参加了。”周子毅走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陆星妍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，不过你来得正好，那便好好欣赏一下你是如何被我踩在脚下的吧。”我揉了揉耳朵，并不放在心上。究竟是谁得意，谁失意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很快，婚礼开始了。主持人慷慨激昂地念着开场白，周子毅站在台上，满脸得意的笑容。安晴在父亲的陪伴下，缓缓朝台上的周子毅走去。屏幕上一片祝福之声。颜狗磕疯了啊！妈妈，我的 CP 结婚了，现实意义的那种，见证历史时刻。我强忍着恶心，等到仪式结束。就在司仪收声的瞬间，我起身往台上走去。亲爱的各位来宾，你们好！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，共同祝愿这对新人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陆星妍，是黑料很多的男星，也是安晴的前夫。全场哗然，安晴才反应过来，紧皱眉头过来抢我的麦。我任由他抢走话筒，反手掏出和他的结婚证、离婚证。死一样的寂静弥漫开来，弹幕滚动得更加厉害，几乎看不清内容。不是吧，我又塌房了？这才叫见证历史时刻。安晴试图解释，顾不上表情管理，声嘶力竭地叫保安上来把我赶走。可没有人上台，我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。于是我深吸一口气，又拿出一张纸，并且掏出手机打开直播。那是安晴的孕检单。原本就有很多人去我的主页蹲守我，看我会不会开直播。我的直播间瞬间涌入大量观众，直接把我的直播卡崩溃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知道该流传的已经流传出去了。我面带得体的笑容，向宾客展示那份报告，然后又回身向两位新人展示。安晴先是看到宾客神色古怪，
又不好表露出疑惑，只得强装镇定。待看清楚报告上的内容时，他脸色一白，伸手就想抢走我手上的报告。这是你从哪里来的？快还给我！别急呀，我们不妨来问问我们的安大影后。我们离婚的时间是7月28日，但是这份孕检单的日期是5月30日。我们结婚后一直都有做安全措施。那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嘲讽一笑，是说有漏网之鱼。你准备让周子毅当接盘侠喜当爹，还是说我们的安大影后私德败坏，婚内出轨呢？这两种说法都将会对安晴的声誉带来巨大的影响，进而对她的事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至于这张孕检单我是怎么找到的，想必她比我更清楚。那天她从医院回来以后，就一直鬼鬼祟祟的，也不让我进她的房间。但是碰巧那天她的父母又来我家闹，逼我和安晴生孩子。安晴只得走出来安抚他们，并且把他们送回家。他们走后，我进到安晴的房间，看到了她衣柜下抽屉里她还没来得及藏好的孕检单。我没看手机，可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已经传遍全网。现在全国网友和圈内大佬都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我扬声又加了一把火。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的证件，我可以稍后公布我和安晴多年来的合照及聊天记录。周子毅死死地瞪着我，眼睛爬满血丝。如果恨意能化作实质，想必我这时已经被扎了好几个窟窿了。突然，他像想起了什么，马上切换回官方的微笑，接过话筒：“陆先生自己都人品堪忧，又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和安晴呢？”啊，我人品堪忧？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？周子毅胜利似的瞥我一眼，在屏幕上投了张照片。正如大家所见，陆先生曾多次夜里悄悄出入一幢高档别墅，后经调查发现，这幢别墅属于凌氏集团的凌静女士。陆先生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自己尚且在做见不得人的事，拿出的证据又能有什么说服力呢？哎，我摇摇头，这下真的瞒不住了。安晴、周子毅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寄给凌氏财团的请柬没有收到回音呢？因为你惹到了凌家的小少爷，既然都查到那幢别墅是凌静女士的了，怎么就没查到她是我的亲姑姑呢？因为对表演的真正热爱，我入行时坚决拒绝了母亲为我提供资源的想法。我只想踏踏实实演好戏，而不是每天挂在热搜上，以凌氏财团小少爷的名头。众人哗然，就连台上的安晴也忍不住瞪大眼睛，诧异地看着我。估计他也没想到我的身份居然是凌氏集团的小少爷。我笑了，周子毅，你倒是去做做功课呀。凌静是我亲姑姑，我随母姓，是凌氏集团的小少爷，这事儿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你随便打听一下就能知道的事儿，你居然不知道。周子毅顿时脸色一变，台下众人纷纷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周子毅。周子毅急了，指着我大吼：“陆星言，你无耻！我无耻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无耻了？没有用身份压人就无耻了！”周子毅气急败坏地叫来了保安：“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他！”保安朝我走过来，我淡定地看着周子毅：“周子毅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这不是现场直播吗？全国观众都看着呢。”经我一提醒，周子毅这才想起来，这场婚礼还开着直播，他赶紧让助手去关直播。就在这时候，姜诗瑜忽然上台，他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让人将直播重新打开。周子毅皱眉：“姜总，你干什么？
僵尸鱼没理会他，而是看向直播摄像头。大家好，我是星辰影视的总裁僵尸鱼，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澄清一件事。他说着，看向周子毅。当年陆星岩先生被人污蔑、打压其他艺人、耍大牌等，这些黑料正是出自周子毅先生的手笔。我震惊地看着僵尸鱼，我知道被泼脏水是周子毅做的，可苦于没有证据，不能发声。这件事对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僵尸鱼是怎么悄无声息查到的？当初我被全网黑的时候，曾经跟安晴诉苦过，说周子毅污蔑我，可他却说周子毅不是那样的人。甚至在我被黑得最惨的那段时间，他还背着我和周子毅搞在了一起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捏紧了拳头。安晴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周子毅扑上去想阻止他，但被我带来的保镖眼疾手快地制止了。台上的僵尸鱼继续出示证据，这是周子毅和我司旗下艺人宋任的往来记录，清楚揭露了他们前后多次合谋构陷陆星岩先生的事实。我作为上司，对旗下艺人没有严格要求，是我的失职，特在此向陆星岩先生郑重致歉。说着，僵尸鱼向我深深鞠了一躬，抬头注视着我。这么多年，他看向我的眼神从来都没有变过，热烈又清澈。这场声势浩大的婚礼，最终以意想不到的惨淡和狼狈草草收场。安晴和周子毅也成了近几年最大的笑话，全网骂声一片。他们的投资方和品牌方相继宣布停止合作，即将上映的电影也飞速下架。而我的演技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，关于我的剪辑冲上某视频网站热搜，大量网友涌入我的评论区，与上一次铺天盖地的侮辱和谩骂不同。呜呜抱抱帅哥，真的太委屈了。只有我一直觉得陆星岩帅吗？以前他有黑料的时候，我就这么觉得。你们快去看 UP 主剪的视频，他演技真的好，哭戏很炸裂。李凯最近忙到头掉，脚不沾地，太多片方和品牌方都想找我合作。我和僵尸鱼交接好工作，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的街景，我转头看他，他眼睛一亮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高中时校门口有家烧烤店，他经常带我悄悄逃掉最后一节晚自习出去撸串。明明是5星级餐厅的座上宾，他却偏偏对充满烟火气的烤串情有独钟。有一次不小心被班主任抓到了，班主任没想到他心中的文静、内向、腼腆小男生会跟出了名的问题少女一起玩，气歪了鼻子。后来僵尸鱼主动揽下了过错，在班上念检讨。他一边念还一边隐秘地冲我眨眼，我假装不看他，偏头看向窗外。该死，真他妈可爱！因为是老字号，烧烤店生意很好，客人络绎不绝。我们等了一会儿才等到位置，要了几瓶啤酒和一些烤串。我和僵尸鱼相对而坐。小少爷，这回你是真的火了。僵尸鱼坐在我对面，一口啤酒一口串儿，你为什么要当着大家的面儿和我道歉？这明明对你公司的影响不好，你不怕？为了掩饰熟悉的场景带来的心动感，我连忙找了个话题，这样才能彻底为你洗脱诋毁呀。相同的证据由我来提是最有利的，比起我公司的声誉，我更在意你的声誉。我有些愣神，说实话，被全网黑的那段时间，我真的很绝望。虽然最后通过直播洗清了黑料，但那段时间的抑郁和颓废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僵尸鱼的话让我感到温暖，原来这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，愿意抛开一切的对我好。哎呀，你们躲在这里吃好吃的，
也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。李凯风风火火地跑过来，捞起一把烤串就开吃。刚才还有些暧昧的气氛，瞬间被他破坏殆尽。我和僵尸鱼对视一眼，同时无奈地笑了起来。严哥，我和你说，那2个人的代言和投资掉光了，哈哈哈！这次多亏了江总，估计他俩多少得进去蹲几年。我疑惑地看向僵尸鱼，僵尸鱼皱着眉，给李凯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别说了。李凯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那表情好像在说：“哥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”我笑了笑，没事，你说吧。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。李凯看了眼僵尸鱼，又看了看我，一脸委屈地说：“严哥，江总这些年一直收集安晴和周子毅的黑料，就等你死心之后，把他们送进去给你解气呢。还有，这些年还有好多居心不良的大佬想联系你，都是江总出面替你挡回去的。”我震惊地看着僵尸鱼，眼见一抹粉色从他的脖颈弥漫上了耳尖。我竟不知道，在形同陌路的那些年，他默默为我做了这么多。见我愣在原地，李凯嘿嘿一笑，凑到我身边小声说：“哥，你知道当年高中的时候，大家起哄问江总是不是喜欢你，他为什么没回答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害羞啊。”李凯说着，模仿起僵尸鱼当时的表情。他当时脸色通红，憋了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。我彻底愣住了。原来那天我没敢进教室，所以没有看到一向天不怕地不怕、热烈灿烂的少女突然晋升，整个人害羞成了一朵粉色的云，长节无措地眨动，试图掩盖眸中无法克制流露出的温柔。原来就在离开教室的刹那，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巨大的笑声。原来视线相撞时欢喜又克制的人不止我一个。如果那时我们都再勇敢一些就好了，不会白白错过对方这么久。还好，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不会再错过。我微笑着朝对面的僵尸鱼伸出手：“你还喜欢我吗？”他眸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微笑着将手放在我掌心。我僵尸鱼一直喜欢着陆星颜。李凯不满地嘟囔起来：“喂喂喂，你们别给我塞狗粮了呀，这边还有人呢。”我转头一看，果然有几桌客人在好奇地朝我们这边张望。我笑着收回手，拿起烤串吃了起来。僵尸鱼拿起啤酒罐和我碰了碰杯，这一刻我的心里无比满足。我知道安晴会来找我，只是没想到会是现在。她没说话，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：“星颜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放过我吧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爸妈还要靠我照顾。”我一个字都没说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他涕泗横流，以往让我着迷的风情早已不在。僵尸鱼的眉眼间透着刻骨的冰冷，甚至还有一丝杀机。早干什么去了？我一直爱而不得的人，将他视为珍宝，可是你却肆意践踏他的感情，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他说完，挥了挥手，让保镖把他拖了下去。李凯望着安晴远去的方向盯了半晌，神情古怪。我好奇地问：“怎么了，严哥？你看到安晴手上戴的手串了吗？”我这才想起，安晴手上一直戴着一串佛珠手串，据说是他妈给他求的护身符，他都戴了好多年了，这东西可不能乱戴。我老家那边有些江湖术士坑蒙拐骗，拿这种矿石做成的符骗人能保平安、治病之类。实际上，这矿石有较强的辐射性。我们那边好几个人带了出问题，只是发生在小村子里，外人不知道罢了。我和僵尸鱼对视一眼，某个念头同时在我们心中升起：安晴肚子里的孩子，希望能顺利出生吧。
真是报应不爽。安家种的因果终究轮回到了他们自己身上。我和姜诗瑜的婚礼定在我影帝颁奖典礼的隔天，婚礼很低调，只邀请了双方亲友。我始终有种不真实感。年少起认识了那么久，喜欢了那么久的人，从此终于可以永远陪伴在我身边了。就像我们小时候玩过家家所期待的那样，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我轻身给了姜诗瑜一个长情又温暖的怀抱。我与太多人的缘分朝生暮死，犹如露水，唯独与他的缘分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。番外，婚后的姜诗瑜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他说他已经死过一次了。前世安晴的父母给我下药，等他接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抢救室抢救了。他慌不择路地赶往医院，却在路上出了车祸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回到了我和安晴确定关系的那一年。姜诗瑜深知，安晴一旦得势，我将会万劫不复。他百般阻挠，可我那时一腔真心都给了安晴，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。姜诗瑜知道我性格一向坦荡真诚，爱一个人便会毫无保留。他在阻止我，只会让我伤心，这是他万万不愿做的事。所以从那时起，他便暗中收集安晴的罪证，一旦他想伤害我，就立刻把他送进监狱。这些年，姜诗瑜无数次从前世的梦境中醒来，喘不上气，浑身湿透，可他愿意等，一直默默地等候着我，只希望我在走累的时候能回头看看他。现在他终于等到了。姜诗瑜说，不想再错过我的余生。当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，我的吻也落在了他的唇上，热泪不受控制地从我的眼角滑落。他祈求我能和他做一对普通的恋人，我又何曾不是如此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白首不分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